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的榆次，这里是晋中的榆次古城啊。这次在山西玩了10来天，我不打算在山西玩下去了，我打算去湖北了。湖北十堰我到了，刚下火车啊。十堰这边太热了，穿的卫衣都显热啊，出了一头汗。这次来湖北呢，先来十堰，然后去这个武当山、丹江口、汽车城转一下，然后再去襄阳啊，去荆州，最后去武汉啊。目前的路线是这样规划的啊，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吗？今天下午呢，先去十堰的市区转一下，明天去武当山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湖北的十堰，今天中午刚坐火车过来啊，我这是第一次来十堰啊，这个城市真是太漂亮了。我现在在这个城市的市中心，这个重阳塔上面，这个重阳塔是这里的制高点啊，站在这个塔上面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，极目远眺，一览无余啊！带大家看看这个十堰，哇塞，看看这个小楼房啊，看对面这个楼啊，一共20多层，还没有我这个塔高呢。我在这里都是对它形成俯视了。看看这个十堰啊，就是建在山里面的，这四周围全都是大山。我转一圈，带大家看看啊。看这个绿化多好，这森林城市啊，这么多树木森林，这完全就是大山。看远处那个连绵不绝的山了吗？这下面还有游乐场。看看这边啊，这高楼大厦建的，大家可能不知道啊，这个十堰呢，刚建成，也就50来年的历史啊。它是因为汽车城才兴起来的，先有汽车城，才有的这个十堰这座城市。50年能建成这样，真是太让人惊讶了。汽车城啊，这是中国的汽车城，中国的底特律。这个地方的汽车城是叫那个东风，在那个方向啊，东风汽车厂。来十堰旅游有3个好地方啊，第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武当山，第二个呢是这个汽车城，第三个就是那个丹江口水库啊。丹江口是南水北调中线的这个源头，北京、天津喝的都是丹江口的水啊。改天我就去那边看一下，明天去那个武当山。第一次来十堰啊，这个城市的布局也不怎么了解，那边好像是个植物园啊。他这个汽车城不知道能不能去参观呢？明天我去打听一下啊。然后那边是个人民广场，一会儿去那里看一下，那里特别热闹，晚上有那个广场舞啊，跳舞的人。看这边的学校还在上课啊。现在下去了，到那个下面的公园看一下。这是塔里面啊，塔就是这种样子的，这样一层一层的，有这个楼梯上去。刚才我就是在身后这个塔呀。哇塞，非常的高，70多米啊！它一共是9层，这个塔叫重阳塔，9层的意思就是99重阳嘛，直插云霄。看这个十堰的天气多好，这个塔就建在山顶上啊。刚才在塔顶看旁边这座楼，就是俯视的角度啊，这个楼也有20多层，20多层也有60、70米呢。但是因为这个塔的地基，塔建在这个山顶上，所以就比这个楼房要高。在那个塔的下面啊，居然还有一段长城呢。你看，那里是烽火台，这个长城绕着这里转了一圈啊。我站的这里也是烽火台，那边还有一个烽火台。这长城应该是后来修的，这城市一共建成才50来年，以前这里是没有长城的，肯定是为了观光旅游专门修的啊。看看十堰这个地方绿化多好啊，感觉这整个城市都在森林里啊。然后你看看这个天，这个空气，哎呀，环境太棒了。而且这个景点啊，完全是免费的，包括上那个塔也是免费的，太好了。我用无人机航拍一下吧。
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，是喜是悲，成缘注定不折磨自己。就把这首歌送给迷茫的你，无爱沧桑无奈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武当山的金顶啊，这里是武当山的最高处，天柱峰顶端，海拔1612米。这个金顶不是很大，我转一圈，带大家看看这个金顶上面都有什么。最正中间就是这个金殿，看看今天人特别多啊，都是从那里爬上来的。今天云雾缭绕啊，早上下点小雨，这上面很小，转一圈看一下啊。多着呢，不能等。顺时针转一下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走不动啊。这都是金子做的啊，金殿。看这个下面全都是悬崖，这边是父母殿，就这么大，转完了。这边也是悬崖。这边上很多同心锁啊。好，这就转了一圈了，1分钟不到就转了一圈了。金顶上面地少人多，非常拥挤啊，根本挤不到那个金殿那里去，还要排队呢。这都是金子做的啊，摸一摸。这个金殿是永乐皇帝朱棣下令修建的啊，用了300多斤黄金。据说是在北京建好的，然后运到这里组装拼接，榫卯结构拼成的。里面有一个长明灯啊，600年间没有熄灭过。里面是长明灯啊，600年没有熄灭过。这个金殿的朝向它也是有讲究的，它是坐西向东的。为什么是这个方向啊？有一句成语嘛，叫紫气东来啊。再就是它这个朝向啊，就是每天太阳升起，第一缕光就会照到金殿里面供奉的佛像啊。这个金殿里面供奉的就是真武大帝，也叫玄武大帝啊。他是避一个皇帝的讳，属于改叫真武大帝了。他是按照朱棣的样子来修建的啊，其实就是朱棣的化身。这个金顶上啊，最值钱的其实不是这个金殿啊，是这个东西啊，看到吗？这个护栏还有上面这个球，你为什么啊？这个是上亿年的化石啊！来，过来拍一下。这个经过专家的考证，这个经过5亿年的那个什么什么化石啊，什么三叶虫那种的，追溯的很远。哎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不开玩笑啊！所以这个才是最值钱的啊，都是文物。这金顶上有几个未解之谜啊？为什么那个房顶金光闪闪啊？这个下面是这么黑，都是金子打造的啊？为什么是2种颜色呢？还有为什么这个里面的灯600年都不灭呢？这山顶上的风特别大的啊，都吹不灭它。还有就是哪来的这么多的古化石啊？上亿年的古化石，不知道从哪来的，这也是一个谜啊。这个武当山的金顶啊，还有一大奇观，就是这个所有的山峰啊，都是朝向这个金顶的，叫万山来朝啊，72山峰朝大顶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看这个所有的山峰啊，
每一个山峰是不是都是往这个方向的？都是向着主峰的，就是金顶方向。这就是72分朝大岳武当。这个武当山也叫大岳山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有5岳啊。这个大岳的意思就是它还在5岳之上，所以叫大岳，就是它的地位比5岳还要高啊。后面那个就是武当山的龙头乡，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呢，伸出去3米左右，上面摆着个香炉。上香的话要从那里走过去啊，多少人因为要上香掉下去摔死了。看看这个下面啊，这都是悬崖峭壁。这个龙头乡的位置啊，就建在悬崖边。你看附近这个建筑啊，感觉像山西那个悬空寺一样啊，有点那个感觉。来，不怕死的来挑战一下啊！龙头乡太有名了，到跟前看一下。看了一条凤过子，还有挡这很多人在这拍照。走过去，这边还可以沿着这里走到悬崖边上。先去看龙头乡嘛。厉害，太厉害。哎呦，现在挡住了，过不去。就这么窄，要走过去上。他们拍完了，我们走开。这牌子上写的，1673年，湖广总督就下令不让烧龙头香了，因为烧这个香死了很多人。看这个特别窄啊，要从这里走过去。那个龙头上放的一个香炉，心不诚的人就掉下去了啊。从这个窗户看得清楚。看看下面的悬崖有多高，正对的就是金顶啊。这里这个位置，这个龙头乡的龙头，它是冲着那个主峰的，主峰顶上就是金顶，就是朝拜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龙头朝拜金顶。金顶就是这边最高的那个山峰啊，看其他这些山峰呢，也都是这个方向。也都是朝拜的意思，这个是武当奇景啊，叫72分大朝台。有时候会感到莫名的难过，想到这一生到底是图什么，总是反复崩溃，然后再愈合。最后一个人默默承受着，或许没有人是真正懂你的，为何承受后就变得不快乐？为什么现实的要求那么多，只为了活着还是等待离开呢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湖北的武当山。武当山最有名的就是张三丰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武当山供奉的主神啊，叫做真武大帝，也叫玄武大帝啊。中国道教文化里面呢，北玄武，南朱雀，所以这个玄武大帝啊，他也是北方之神。给大家讲讲这个玄武大帝的故事啊，非常的有意思。因为有个皇帝的名字里面有个玄字，所以他改成叫真武大帝了。真武大帝传说是太上老君的一个化身，他是出生在晋乐国啊，他是晋乐国的太子，但是呢，他不想继承皇位啊，他14岁就来了武当山修炼，第一站呢就是来的这个太子坡，他的修炼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他刚来这边没几年啊，他就待不下去了，心智不是很坚定嘛，有一天他就要返回去了，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神仙化作一个老妇人在那里磨针，在一口井的旁边啊就磨针，然后这个太子就看到了，他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啊？这个套路大家都懂的啊。然后老婆婆说我在磨针啊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啊。然后这个太子一听啊，就受到感化了，就被老婆婆点化了啊，就是神仙来点化他。然后这个太子又返回这里啊，继续修炼，在武当山修炼42年，然后羽化成仙，就飞升了啊。带大家去他飞升的那个地方看一下啊，
在南岩宫旁边有个飞升崖，前面就是飞升崖，这边是梳妆台。传说这个真武大帝就是在这边飞升成仙的。看那个飞升崖啊，万丈悬崖，从那个顶上一跃而下。这个地方地势很险要啊，悬崖边长了一棵松树。然后这个边上有个伸出去的大石头啊，在这里来个高台跳水啊，下面就是一个池塘。传说真武大帝在这边修炼了42年，有一天呢，天上的神仙就想来考验他一下，看他修炼的怎么样啊，就化成一个美女，来这里引诱他。但是呢，他的心智特别坚定啊，就拒绝了这种诱惑。然后还斥责这个女子啊，然后这个女子呢就纵身从这里跳下去了。然后真武大帝呢非常的内疚啊，他说我修行了42年，连一只虫子我都舍不得杀啊。今天呢这个女子就是为我而死，他特别的愧疚。然后真武大帝呢他也一跃而下了啊，他跳下去的时候，这个下面呢湖底升起来5条龙啊，然后把他拖住，带他去了天庭了。就这样他就飞仙得道成仙了。这就是真武大帝的一生啊，最后在这里得道飞升。然后他被封为北方之神啊，北方是主水，他其实是个水神啊。这个院子就是整个武当山最重要的建筑了，这里面供奉的就是真武大帝啊。每年的3月3和9月9，在这里就会举行重大的法事。3月3是他的生日，9月9是他得道飞仙、得道成仙的日子，所以这2个日子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就叫做紫霄殿啊，是整个武当山最核心的建筑。来这边旅游一定要进去看一下。这个武当山在明朝时候达到顶峰，明朝永乐皇帝啊朱棣下令修建这个武当山，派了30万工匠啊，修了好几十年，才有了现在的规模。明朝这个朱棣为什么要修武当山啊？第一个原因是他特别崇拜张三丰啊，他就派人在武当山寻找这个张三丰，但是没有找到啊。张三丰当时已经羽化成仙啊，云游四方，不可能找到的。这都不是主要原因啊，主要原因呢就是要神化自己，把自己化身成这个武当山的主神真武大帝，让人们去朝拜他，去崇敬他。其实就是君权神授啊，因为他这个皇位得来不是那么名正言顺的，不是上一个皇帝传给他的，是他抢过来的啊。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，但是朱元璋去世以后呢，没有把位子传给他，而是传给了朱元璋的孙子啊。他是抢了他侄子的位置了，等于是他这个皇位呢就得来不是那么名正言顺。他修了这个武当山啊，推崇这里的真武大帝，把自己化身成这个真武大帝，就是君权神化，说神仙让我来抢这个位置的，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，用这种思想来统治人民啊。这就是他修建武当山的原因啊。从他开始，武当山就成了明王朝的家庙了。每一个新上任的皇帝啊，都要派大臣来这边上香啊、祭祀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武当山啊。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武当山的吃饭和住宿，贵不贵啊？武当山山上啊，很多这种农家乐啊，也有这种大宾馆啊。武当山太大了，景点很多啊，一天时间是转不完的。最好是在山上住一晚啊，这样的话就会比较轻松一点。这边都是住宿吃饭的农家乐啊。Hello，哈什么楼啊，都没拍到你。Hello， 来，这个是农家乐的老板。我晚上就住在这边啊，如意客栈，住的那个楼上，还带窗户呢。
看一下房间里面啊，房间里面还可以啊，我觉得干净卫生。虽然说比较小吧，但是一个人睡是正正好的，2个人睡也可以啊。这是个大床房，而且这是带窗户的明窗的，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啊。它这个屋顶是斜的啊，斜的这样下来的。这边是卫生间，卫生间也是很干净啊。我没想到这边条件还不错啊。然后那个热水器有热水的，可以洗澡，上面是换气扇。看这边还有空调呢，不过现在用不到空调，这山里面呢基本都很凉快，然后晚上也不冷。这个是被子是厚被子，这边有吹风机啊，有那个热水壶。空间比较小，但是该有的都有了，还可以啊。你看这个都是新盖的，都比较新，干净卫生。我本来以为是山顶上嘛，住宿条件特别不好啊，就是那种好几个人的大通铺啊，或者是像学校一样那种上下铺啊，没想到这个条件还不错啊。你们觉得呢？看看外面啊，打开窗户看一下。哇塞，直接就是大山。现在有一点点下雨啊，晚上特别安静。这边看这里有一排的空调啊，那里那个抬轿子的过去了啊。这山上面不怎么贵啊，消费跟其他山比起来，这里不算贵。你看这上面的炒菜啊，家常豆腐25，手撕包菜20，土豆丝20，确实不算贵。鱼香肉丝45，然后还有一些特色菜，鸡肉、鱼、凉菜、野菜。这个是起伏的啊，绑在方向盘上。这个是拐杖啊。好多人拿这个拐杖。刚才有3个小女孩跟他骑到巴士，我这笑了，我说你骑到巴士了拿个拐棍干啥呀？他说我不拿拐棍你背我呀。真的，刚才看到一个全头发白的老太太。啊，太厉害了。跟我刘华相拼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这个是治鼻炎的，这个。对，你那个是治鼻炎的。这个就泡水喝吗？我正好有点鼻炎啊。那你可以买这个泡水喝呀。管用吗？你关键是。可以。多少钱呀？15块钱一两。这橘子多少钱一个呀？10块钱5个。按个卖的。按个卖的。再说一下武当山的花费情况。门票是130，现在免门票期间嘛，这钱就不用出了。然后就是坐车，坐车是100块钱，然后5块钱的保险费，就是105。去这个紫霄宫是15块钱，去金顶是门票27块钱，这样加起来的话就是147块钱啊，这个钱是省不了的。然后就是坐索道，索道上去90，下来80。像我这次呢，我就是全程走上去的，没有坐索道啊，走上去3个小时啊，走的确实非常累。体力不好的话，建议还是坐一次索道啊。其他的费用啊，就是你去了山上以后，买水啊，买零食啊，吃吃喝喝啊，或者晚上在上面住一晚啊，这个费用，这个就另算了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坐车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武当山的大巴车是什么样的啊。武当山坐车啊，有这种大巴车。它会在这么多景点之间啊，就是循环发车，过几分钟它就发一趟啊，然后我们就是坐这个车到达这些景点，逛完了以后再坐车去下一个景点，就是这种车啊，走的全部是盘山道，特别刺激啊。